云顶为什么不返场福星？可以看到金铲铲之战每次复刻福星都会引爆玩家的活跃度，但云顶新赛季总是在回避福星和赏金的复刻。云顶设计师到底在回避什么问题？这期视频仍然是我和枫叶兰的一期联合投稿，他是一名热爱策略游戏的游戏设计师，并且有着自己一套方法论的作者。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福星的优势、问题以及对经济羁绊的思考。虽然太空海盗也是经济羁绊，但自从福星开始，经济羁绊才开始拥有设计感。这期视频我们提到的福星是以云顶 S4 赛季为标准，并没有采用金铲铲的福星返场内容。当我们讨论福星策略的精髓时，不难发现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探险，分为4个紧密相连的部分：开局激活羁绊、连败、收菜，最后北伐吃鸡。这一连串的策略就像是在进行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探险。在这场探险中，玩家不仅需要与对手斗智斗勇，还要克服内心的贪欲，才能做到精致连败的艺术。正是这种紧张刺激的过程，使得玩家对最终的奖励，无论是尼寇、自然之力、大量的钱，都有着强烈的期待。这个过程虽然不能直接称之为赌博，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和赌博颇为相似。一方面，赌博性质使得福星创造了很多值得分享的高光时刻，以此不断吸引新玩家来尝试。比如说，广告哥看见赏金之魂，他也得做起来玩一把，这就是福星和赏金的传播力，毫无争议是成功的。另一方面，赌博性质带来的高强度刺激，大幅度提高了玩家的阈值。从设计师角度说，这对后续赛季的经济羁绊设计带来了很大的考验。比如这赛季的新之纲羁绊设计的还是非常优秀的，但是玩家在 S10 爆料环节看到时，纷纷表达的失望。这显然对云顶的商业是一种打击。游戏宣发期间失去了对玩家的预期管理，这是很不健康的。从游戏玩家角度来说，福星的成功是牺牲了一些其他玩家的游戏体验的。假如一个理想的环境，实力第1的人就是第1，实力第8的人就是第8。当实力第5的选手拿到福星之后，可以充分利用权责哥的机制，最终赢得这一盘游戏。权责哥的问题在于，本场真正的第1名，在自己几乎没有犯错的情况下，要为权责哥的行为买单。这在云顶1v1×8的 PVP 游戏中，破坏了最底层的公平性。拳头还是希望在保持经济羁绊娱乐性的同时，尽量不要破坏其他人的游戏体验。因为开局天选福星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，这2个方面的问题让拳头在 S4 之后的赛季里就不断的在探索新的经济羁绊形式，直到新之纲的出现。后续赛季中，设计师是怎么拆解福星的问题呢？福星的4个条件：激活羁绊、连败、收菜、北伐吃鸡。在这个逻辑链条里边，拳头首先尝试拆解掉赢一把才能收菜这个条件。比如地下魔盗团，他们每回合都在撬锁，撬18锁就可以打开金库，领取奖励，可输可赢。但地下魔盗团的问题也十分显著， S8 玩家对4层以下的魔盗团还是比较认可的，但是高层的魔盗团奖励经常让玩家破防，因为经常提供一些高价值但不能锁血的奖励，比如说文章之书，还有一堆奇奇怪怪的法球，捡都捡不完。魔盗团的问题的本质还是需要连败才能开高级奖励。既然有连败，玩家对奖励的期望值就是锁血。对锁血真正有用的东西就是尼寇、五费卡、自然之力、大量的钱，不仅能拉人口，还能抽卡的钱。连败限制了奖励池的深度，所以拳头在 S10 彻底打破了福星连败的框架。新之纲不仅能连败能玩，连胜也要能玩。开场有新之纲能玩，没有也能玩。新之纲作为 S10 赛季的主打的特色，它的优秀的地方在哪里？丰富的决策自由度，连胜能玩就意味着给玩家提供了2条不同的游戏策略，扩大了玩家决策的自由度。这样就打破了以往围绕连败产生的2条枷锁，不再刚需2阶段就有牌，不再刚需战利品锁血，从而让玩家能够与战利品充分的互动。其次是玩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技术去控制新之纲的层数，比如300层可以控出2个金铲铲，玩家即使复刻100次也会觉得有成就感，并且新之纲加注的设计让玩家自主选择用风险兑换奖励收益，也兼顾了玩家对爽的娱乐需求。虽然玩家很不喜欢750层低费卡全3星这个奖励，但是设计师是在尝试给玩家提供一定的强度，把新之纲作为主力羁绊开到底，这也是设计师在拓宽经济羁绊的自由度。新之纲对比福星的设计，完成了一次点线面的升级，连败、连胜、奖励可控这3个自由度，让新之纲走向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系统，能够让高手充分发挥运营实力。云巅版本虽然是威古斯卡牌版本，但仍然涌现了一批新之纲玩家，迅速占领了云巅排行榜。这是经济羁绊自福星以来最成功的一个赛季。虽然 S10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，但新之纲的设计对云顶之翼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期待拳头的开发者日志强音争霸的收获总结。接下来我们还有2期新之刚视频，一期是经济羁绊应该追求强还是追求爽，另一期是顶分选手怎么把新之刚玩到赏心悦目。最后感谢大家的点赞、投币、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